据环球时报5日报道，美国国务院近期批准了一项金额约7.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拜登上台以来，美国首次宣布对台进行军售。据悉，此次军售内容包含了40门 M109A6 自行火炮、20辆 M992A2 野战炮兵弹药补给车和一套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等项目。此次豪掷7.5亿豪购这些美制装备，目标针对谁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对于美国和岛内顽固分子这次勾结军售，我们的立场是坚定且明确的。外交部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，敦促美方坚守一个中国承诺，停止对台出售任何武器和军事联系，不要再试图插手我国内政问题。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岛内顽固分子希望通过购买美式装备来抵抗解放军的做法是可笑的、找死的行为。对于美军对台军售，岛内同胞们认为美国这是在坑他们的钱，专门把美军不要的垃圾卖给他们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此次美国对台售出的40套自行榴弹炮系统是美军已经装备了快30年的老装备了。据了解，其实台军最初是想要购买美军最新的 M109A7 自行火炮的，但是美军没有答应，才转而求次购买了这一款快被美军淘汰了的产品。未来台军希望用美制的自行火炮来阻止解放军的进攻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些美制的火炮配上精准制导的弹药，可以对抢滩登陆的部队进行精准的打击，对解放军进行登陆作战具有极大的威胁。不过这也只是在理论上，在实战当中，这些火炮在我军第一轮进攻后能不能存在都是问题。解放军火炮并不比美军差，况且我军还配备了大量的精准制导火箭炮，打击精度在2米范围以内。一旦台海地区发生战斗，在强大的卫星和电子侦察之下，我军能在战争刚开场阶段就将他们一扫而空。目前岛内疫情这么严重，这些钱用来买疫苗不好吗？用来恢复岛内经济不好吗？7.5亿美元用来买一堆破铜烂铁，最后这钱被美国拿去搞建设了，为其买单的终究还是台湾同胞。奉劝岛内顽固分子们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，不是从美国买点武器交点保护费就能阻止的。以武谋独终究不是出路。也奉劝美国，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问题，中国必须统一，也必将统一。解放军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，随时对企图分裂中国的敌人进行坚决的反击。南海最近一段时间再次成为了所有人视线的焦点，特别是美国再次重新炒作起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威胁这一话题，更是将南海成功推向了火热之中。而随着美国宣布要和英、日、印、澳等国家在亚太进行军演的隔天，解放军就宣布在南海军演，中美较量就此拉开帷幕。8月3日，美国放出重磅消息，表示在接下来的2周时间内，美国将会举行最大规模2021军事演习，还叫嚣这是40年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的演习。随后8月4日，中国海事局也公布了一条消息，表示解放军将会在8月6日到8月10日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活动。然而就在我军军演在即的时候，岛内媒体却爆出有一艘美国间谍船正在解放军的禁航区域，并且一直都没有离开。我军16号凌晨0点正式开始演习的，而美军间谍船被爆出来的时间是5号晚上。不过直到6号也没有消息说美国已经离开了，并且在6号清晨我军军演刚开始之后，美军就派出了一架 RC-135S 前往我军军演区域监视我军军演。不少朋友可能知道，最近有不少人猜测这次解放军演习可能会试射东风26导弹，亦或者是东风 21D 之类的。因为这次解放军圈了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但是就环球时报采访了一位专家，却表示，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北上去了日本，但是之前山东舰航母也才刚刚出海，不会很快就回去，而演习实战作训更是必须要做的，所以这次演习中很有可能会有山东舰的参与，甚至或许会有航母编队演习。而这次美国的间谍船出现在我国禁航海域，看来不仅仅是试射导弹引起的，还很有可能盯上了我国航母编队。为此，美国直接就让间谍船闯入这10万公里禁区，试图以这是公海为借口，死赖着不走，想好好探查一下中国的军事机密。不过，美国可能忘记了，解放军这次军演本就是针对美国的。就像胡锡进说的，这场演习就是向美国发送中国不怕打仗，并且已经准备好打仗的信号。所以，美军如此动作，无异于是自己送上门给中国当靶子，在逼解放军动刀。
要知道，在中国海事局官方公告上明明白白地写了要军事训练，请所有船只绕行，甚至中英文同时发布，美国却依然擅自闯入。解放军完全可以用误判来击沉美国间谍船。就像国人说的，美军这次正好自己把自己送上门了。这次解放军完全可以误击，直接把美军舰、美军机给干掉。早前中国就对美国发出过警告，如果美国不愿意守规矩，中国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有效应对。所以美国可要好好注意了。疏于进而风不止，近期的南海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苗头，其中美国则是南海局势最大的挑动者。日前，美军正在印太地区举行为期1个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活动，而除了美国之外，还有众多的美国盟友将会加入到这之中，包括英国武装部队、日本自卫队、德国军队以及澳大利亚军队等。相比于美国一国军演，纠集众多盟友就能够在气势上更足，对中国的施压力度也就愈加浓厚。但是中方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决的，尽管美国纠集盟友大有100年前8国联军的气势，但是中国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。现如今，中国不仅有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，更有这样的能力。在美国及其盟友举行军事演习的同一时间，中方也发布了一则重大的军事演习通告，大有同美国硬刚的架势。据中国海事局宣布，解放军将会在8个点的连线范围内进行演习活动。不同于以往，这次划定的禁航区引发了人们热议。相关记者报道称，这一禁航区的范围多达10万平方公里，比海南岛还大，被认为是解放军近年来在南海划定的最大禁航区。在各国军舰挑衅的当下，解放军这样的动作深意十足，除了有展现中国对南海宣传的合法主权外，更传达了一个令人胆寒的信号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按照解放军的惯例来看，大范围的军事演习通常都与弹道导弹试射有关，也就是说，这次演习我军很有可能会进行弹道导弹的实弹训练。在这样的敌对条件下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一旦各国军舰演习期间做出更为过分的举动，如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内挑衅等，我军必定会予以坚决打击。最大禁区加弹道导弹已经准备好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更是表示，中国凭借着强大的导弹技术，足以在一定范围内击败海上所有可视目标。这样的动作也让前来的挑衅势力绕道。据悉，一同参加军演的德国军舰在出发前就表示将不会进入中国12海里范围内挑衅，而英国方面似乎也为其挑衅之后绕道走的决定感到庆幸，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海军每年的增量都相当于整支英国海军，他们的自大狂妄让他们对中国力量一无所知。在国际交往中，中国也慢慢学会用拳头说话。一提到挑衅中国姿态最欢最狂妄的，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出美国。但是最近这一局势似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，日本在对华挑衅上呈现出了比美还狂的姿态。按照道理来说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，在对华战略上是紧跟美国步伐的，这也直接决定了日本挑衅力度相对美国而言较弱。那么这次日本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，引得外界直呼比美还狂呢？据报道介绍称，在几乎同一时间里，美国和日本分别朝着中国最薄弱的地方发力。众所周知，两岸局势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几代人的夙愿，同时这更关乎到中国能否实现真正崛起。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急不得。但是美国等国的挑衅似乎给中国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。日前，美国拜登政府首次宣布对台售武，总金额达7.5亿美元。暂且不管这一军售包含哪些武器，单是从这一军售行为来看，美国就已经踩在了我国的红线上了。毫无疑问，这必然会最大限度地激怒我国。这还没完，另一边，美国的盟友日本同样做出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举动。日本计划在距离对岸仅只有200公里的岛屿上部署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。2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也就意味着，一旦解放军准备行动，日本将随时有可能从这一岛屿发射导弹阻止。分析人士指出，相比于美国的对台军售，日本直接上导弹这一未来部署计划，让中国更加棘手难办。这么多年来，为何解放军海军在大力发展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一旦中国被压制在第一岛链内，那么在战时，敌方导弹就可轻易从防区外打击中国内陆地区。由于距离过近，留给解放军反应的时间也相对较少。同理，日本在距离这么近的地方部署导弹，威胁性不言而喻。一旦战时，日本将随时可能对中国实施打压。千万不要低估日本军事冒险的决心。对此，我军必须予以十分的重视。由于历史问题，中国对日本挑衅的容忍度更低。一旦他们做出出格的举动，中方必定不会手软。如今他们是在逼中国新仇旧账一起算。
区区的一个弹丸小国，中国几枚导弹就可以击溃，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自信敢挑衅。一旦真的开战，日本能指望美国从中国东风导弹的打击下拯救他们吗？基本是不可能的。